张老师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你个人的一个疗愈的经验可以分享哦？就是你过去从一个很压抑，对，然后听起来也是比较就是有一种受害者的角度的一个人，很边缘的一个角度，然后走向一个就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很流动的，我觉得情绪很流动的一个状态，然后可以在不同的角色里面去思考，有点像是跟自己有不同的对话。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你可不可以有没有一个你的例子，就是例如说你以前的样子啊，然后你现在的样子？我以前的样子跟现在的样子我想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大部分我相信这个脸书上的朋友，大家可能没有走过一个这样子的历程，对，所以有没有办法可以透过你的经验跟大家有一个形容，让大家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体会。好，那我就举我刚才说的关于愤怒这件事情好了。其实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啦，现在也没有很老，但是就是青少年之后的那段。青少年刚好有人在问，就是说怎么样跟高敏感的孩子相处，还有怎么样怎么样度过国3的这个时期。这个等一下再讲，我先讲我自己的部分。就是我开始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能够太表达我的情绪，因为这样太诡异了，没有办法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样太夸张。所以我慢慢就把自己的情绪锁起来，包括愤怒跟悲伤的情绪。所以呢，我在我朋友眼中呢，就是一个好好先生哦。就是什么都 OK 啊，好啊，然后就一个很温和啊，但是没什么主见。对，所以在我开始慢慢的疗愈自己的过程呢，其实我越来越往内探索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受到内心的愤怒。那个愤怒呢，是我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我整个成长的经历，我开始有一种很深的愤怒慢慢的出现。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就是能量的共振原理，当你内在的一些感受浮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吸引你身边就是会有一些类似的状态的事情来跟你互动。所以在那一阵子呢，当我开始去慢慢的去觉察到内心的愤怒的时候，我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常常生活里面就出现一大堆让我很愤怒的事情。可是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在表达我的愤怒的同时，我伴随了非常大的恐惧。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在跟我的一个疗愈老师表达我的愤怒的时候，我是全身发抖而且一直哭，但是我感受到的就是我明明就是想要生气，为什么我那么害怕去讲出我内在想要讲的这些东西。那就是从小你可能你要表达愤怒的时候，你可能就被责备啊，或者是被人家使眼色啊，或是可能就被打啊等等的，你就把这样的一个害怕跟愤怒连接在一起。所以后来我开始慢慢的刻意的去注意，我要在我觉得安全的状态下可以勇于表达我自己的愤怒的时候，慢慢的有一次很有趣，就是我跟一个疗愈师，我就是有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很愤怒的跟他就骂他这样子，然后他就回馈我，他就当下因为大家都有学习过，我觉得就是跟有学习过的人沟通真的是很不错，所以大家要找对人谈话然后他就说，我看你很愤怒，但是你有感觉到你现在气整个很通，就是整个是没有那种恐惧的感觉。我当下虽然还蛮生气的，但是我的内在有一个开心，就是我真的可以100%的让我要在注意力是在愤怒的时候，我可以100%的感受那个愤怒的能量，而不会伴随着恐惧或是焦虑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当我能够在那个状态下，其实也就代表了我已经真的去拥抱跟接纳我内在的那把火，跟内在的那个愤怒感。但是那同时也为我带来了很大的生命的能量，因为愤怒你如果用负面来看，就是你可能会伤害到很多人嘛。可是愤怒这样的一个情绪呢，你们可以思考一下，通常呢在就是愤怒的时候，你是不是会特别有力量？所以其实呢，当我开始去愿意去接纳我自己的愤怒的时候，我发现我在生活当中我更加的有力量。
我以前就是常常会很容易很累，但是当我的情绪开始打开，开始愿意如实的去表达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没有特别去做什么事情，可是我变得没有那么累。所以那个就是那个高敏感的痛苦也会比较少嘛。对，因为当你能够真的去捍卫你自己的时候，表达你的立场的时候，别人也才会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才会知道你是什么样个性的人，他会学着尊重你。可是你如果都没有表达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人家摸不太到你的形状，看不到你的样子，他就用他自己觉得的方式跟你互动，可是也许那不是你要的。所以其实另外一个疗愈的关键是我刚刚联想到的是一个勇敢，就是要有一种愿意去表达的一个态度，是不是？对，没有错。像我有一些个案啊，我就是在一些疗愈的过程，我有看状况，我就会请他可以去跟他不管是家人啊，或是跟他的另一半啊，就是表达自己的受伤，或是表达自己的感受，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就是又过了几次的疗程之后，他们就有回馈说，他们发现他们另一半或是他们的家人啊，面对他的态度开始不太一样，开始好像比较愿意听他讲什么话，然后愿意跟他做一些配合，而不会好像往往就是他认为的就是家人都不理他，或者是都否定他的感觉。那我就提醒个案说，其实是因为你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的改变会带动你家人跟你的互动。可是如果像有一个朋友他说身边的人并不希望我的情绪去影响他们，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可能没有那么幸运，或者是有那样的资源，可能身边的人当我们去表达的时候，收到的那个回馈就是啊，你就是很难搞啦，你就是想太多啦。对啊，当遇到这样子的人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正在学习表达自己的那个状态，其实是很挫折，也很痛苦。没有错。所以其实因为已经从小到大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情绪或者是一些制约的一些感觉啊，或是感受在里面已经很满了。所以当我们就是在平常生活当中一开始要表达的时候，的确有时候我们出现的感觉是真的会不太合乎这个情境下应该要表达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很感恩的就是我在这块领域里面，而我也找到适合我的方法。那我也做过很多属于自己的一些情绪的疗愈。那在那样的一个安全的空间跟安全的团体里面，我可以去真的就是把那些情绪释放出来。那在场的大家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所以他们并不会用一般工作上就是要求业绩不要管什么情绪不情绪来去面对我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是可以有一些空间跟时间去修复我自己。那我自己修复好之后，我再出来面对到这些工作上的人啊，或是面对我身边的家人或是朋友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已经是一个调整好的状态。所以我也会告诉我的个案啊，就是说你如果愿意让你的家人或是另一半或好朋友知道你在做心理咨商或是疗愈的话，你可以这么跟他说，你就是说心理师跟我说，我在疗愈的过程呢，会有一段时间呢，反而会有情绪更混乱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呢，就先不要看得太严重，因为在清理自己跟疗愈自己的过程，是会经历一些混乱或是深层的清理的，这样子。所以呢，在那个状态下呢，你会给自己一些多充裕的时间，那你也让你身边的朋友知道你需要这样的空间跟时间，那再透过专业的协助，那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创造出这样的空间范畴里面，可以让自己有一个足够的时间去做好那个疗愈的部分。
我觉得盛老师你在讲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我觉得一般大众对于心理咨商没有认识到的一个层面，就是其实心理咨商的这个过程，或者心理师这个角色，其实算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本来就跟外面的关系不一样，可是他又可以谈很私密的事情。对，那我常常会跟我个案说，你花钱来了，你的确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就是利用我这个角色，去做一些你在外面不敢做的练习，包括其实刚刚有朋友说，到底表达自己啊，是要用平静的方式，还是要直接大爆发？我觉得这是一个两种方式啦，但是并不一定还不知道是哪一种，或者是有没有第三种的方式是比较适合你的。对，所以会不会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透过一个专业的关系来学习或者是认识自己，是不太一样的一个过程。是啊，没有错。对，因为就是当你自己愿意在安全的状态里面真正的完全的打开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些新的体会跟新的感受。当你没有真的去感受到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很多的预期或假设都是你在脑袋里面自己创造跟想象出来的，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但是在这样的安全的空间，你真的就是表达出来之后，其实你会学到，其实表达出来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当然会看个案，有时候做这样的一种疗程呢，会蛮有趣的。比如说我有一些经验，就是要个案在疗愈室里面就是呛我或是骂我，因为他就是一个表达不出他自己，然后就是很微弱的状态。对，所以呢我会请他就是用最难听的话骂出来，然后在那个骂完之后他就说好爽哦，他整个心呢整个都松开了，因为他在外面的世界是没有办法这样去表达他自己的。但是也有相反的 case， 就是他可能太用力太紧绷，那我会让他就是尽可能的松开他自己。有时候光是松开做一些放松的练习，就像我刚才说我自己紧绷太久，太多情绪都压抑在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放松开来被温柔的对待的时候啊，那个疗愈的眼泪啊就会自动的流出来，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愈的方式。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看我们哪里是需要更恢复我们自己，哪里需要更让我们打开我们自然的状态，我们就让那个状态自然而然的可以在这个疗愈空间里面被发生。了解 OK，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有剩下一点时间因为然后盛峰老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要知道两个部分好，一个就是说自己疗愈的时候的那个还可以怎么做？我们刚刚有说嘛，觉察，然后整理，然后情绪释放，然后回顾自己，就整理，有点像是照顾内在小孩的这个部分，4个步骤那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想今天上面目前有100多个人然后其实我觉得高敏感，我觉得大家都在表达一个心声，就是真的有好多被否定的经验或者是觉得自己很怪啦，或者是自己是边缘人的心情。那我们应该说我们可以怎么样跟高敏感的人相处？尤其是像刚刚有人问可以怎么跟高敏感的孩子相处，两个部分，一个怎么照顾自己，一个怎么照顾别人。OK，我觉得刚才就是对于自己的部分呢，有一个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要去做任何的批判跟评价自己，这超难的啊！可是当你如果能够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就让自己先停下来。比如说要哭的时候，然后心里就说不要再哭了，好不好？这就是批判自己，觉得哭不好嘛，或者是觉得说，我不应该。常常如果你的脑袋里面出现我不应该怎样，我不应该太情绪化，我不应该就是让别人麻烦了，这些其实都是你在评价你自己。那你会怎么改这样的认知？因为我先讲完，就是当你在评价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又再一次的去否定
跟伤害你自己。因为当你被否定、被评价的时候，你的心其实它是又再一次的被责备了。所以其实它并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什么疗愈。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你有开始注意跟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这个状况之后呢，停下来，然后让自己感受此刻你自己所有的状态。如果你真的有难过，你就允许那个难过的眼泪流出来。如果你感觉到愤怒，你可以拿一个枕头啊，或者是打一打也是可以的。就是真诚的去面对内在的声音，真诚的去面对你自己的状态。那当然是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里面。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一开始初期可以去做的。你是说一开始初期，如果你要疗愈你自己，就先不要去评价自己的这些东西。对，这个才有可能让你有一些新的空间被打开。因为当你允许自己流动，允许自己有一些新的可能，也接纳自己的不同，在这个状态下，你才会有更多的这些内在的力量慢慢的长回来。对。那当然还有一些方法跟技巧，因为我知道说很多就不管是有些人可能会去算命啊，或去找一些大师摸摸头啊这些的，其实对我来说那些都是外在的。也就是说今天算完之后你知道了又如何？你能够真的去从你自己身体力行去改变吗？所以我特别就是11月6号这个工作坊，我就是结合我这么多年的经验，萃取出了一些可以让我们大家自己教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在家里持续为你自己疗愈跟自己练习的方法，会在那一天的工作坊去教大家，包括了就是如何专注的回到自己的内在的方式，包括了说如何透过我们一些放松的冥想的呼吸练习，或者是连接一些稳定，比如说大地的能量，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的可以回到稳定跟觉察的状态。那这些练习呢，其实只要你有被带过几次，你回家之后呢，其实都可以自己持续的做练习的。那我会认为从自己每天的基本功，就是你要改变自己，从自己的身体开始，从自己的情绪开始，为自己做一些基础练习，那会比你就是一直要去求助别人，然后好像去了当下还不错，可是回家感觉好像又不行，好像只是抓个浮木一样，那样的角度的不同啊。那刚才你说到说怎么样跟比较敏感的人在一起，其实跟敏感人在一起不是很容易。对啊，如果他又是你的孩子，没有错，的确。所以这跟比较敏感人在一起的时候，通常是需要一些时间等待他的反应跟回应的。而当你在等待他的反应跟回应之后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是也是一样，就是回到不要去太快的去针对说法或是他的想法做批判，你可以再多鼓励他，多说一点。我有一个朋友非常的高敏感，有一次他问了我一个问题，然后我就回了他一句话，结果呢也是问他一些问题，结果他等了3个小时他就回我了。然后呢我又问了他另外一个我觉得蛮好奇关于他的问题，结果他隔了1天半，然后他又回我了。然后他回我的时候，他就说我这1天半呢，我都在思考啊，你跟我讲了这个问题，我应该要怎么来去回应你，才能比较真实的表达我自己。所以对于这样子高敏感人，他们需要比较多的时间，而他们可能有时候也表达不太出来，因为他们感受太多了。所以呢，鼓励他尽可能的表达，多表达一点。那当然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直接从感受面去同理他。感受面去同理，这个其实是比较高，对，这是比较高的技巧。但是其实呢，现在很多的小孩或者是高敏感小孩，
或者是说这种电缆小孩或水晶小孩，其实他们都有非常强的感受力。所以当比如说好了，爸爸妈妈在家，小朋友就在那边哭闹，那以前呢，我和就是我们疗愈师呢，就会教父母一些比较偏向能量调整的一些方式，包括呢就是先让自己稳定下来，因为呢小朋友呢通常都是被爸妈所共振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爸妈的心里面呢是什么样的情绪啊，小朋友就会在你旁边，他直接感受到。就像我现在在做疗程的时候，有时候个案他如果是很难过的，我是会觉得我的心啊会有一点纠结的感觉。如果个案呢他是很愤怒的，我有时候会觉得我的四肢末梢呢会有刺刺麻麻的感觉。这些其实呢是个案的散发出来的能量。所以小朋友他其实是很吃这些感受跟磁场的。所以呢当父母他自己很混乱的时候啊，小朋友自然而然的就反映出很混乱的状态在他面前。可是多半父母呢就会用很强压式的方式，就是喝令小孩不要再哭闹了。但是呢这是对父母的一项修炼啊，就是父母呢就是我会请他们就是先回到自己，先做让自己的心稳定的一些练习。结果有趣的是常常会有这样的回馈，就是我发现呢小孩在哭闹的时候呢，我就让自己大地连结，然后让我回到我自己的心，然后让自己稳定下来的时候，小孩自然而然他就慢慢的停下来了。有的时候父母给自己一些空间跟时间，可能也就是等于是给孩子一些时间。对，没有错。所以呢当如何要跟这个高敏感的朋友互动的话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自己呢也要常常去觉察你自己。就是你如果状态很稳定的话，你面前这高敏感的朋友呢，他就会觉得跟你互动很舒服。但如果你是一个常常就是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你就处在一种很焦躁的状态，或者是你很多情绪的状态，那这个高敏感的朋友他可能也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我刚刚说的不容易，就是大家都要学习，就是让自己可以调整好我们自己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些比较进阶的练习，当然就是需要一些学习因为像我自己以前也是很容易很容易被很多的讯息干扰啊，很多的讯息就是会让自己很混乱。那一开始也不太清楚我到底怎么了，我以为自己是体力不好，但后来我开始学习之后，发现呢透过一些把注意力收摄到我自己里面的这样的练习，做久了之后啊，我现在呢就比较能够是稳定在我自己里面，可是我同时又可以感受到我前面的人他的状态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不会那么容易就是疲累或是被他影响那这个部分是可以透过每天的这简单的一些小练习来去做到的。所以越敏感的人真的是越需要学习这些啦，我是这样的建议。OK，我刚看有一个网友的发言得到很多网友的下面的一个感受。他说，被说想太多的同时，有时候会变成不知道要怎么表达了。对啊，这个也是很高敏感的心情。没错，所以其实我们高敏感的人呢，如果你学成的话呢，你会比一般人呢更懂得表达。因为你面临很多困难，所以当你都解决或克服那些困难的时候，你就变成比一般人还会表达了。可是这会是高敏感的人都会想要成为一个比较会表达的人，还是？我也没有想要成为一个很会表达的人，我只是想让自己很放松而已。就是说，然后别人比较了解我而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就必须要变成很会表达。但我觉得回应刚才这个留言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就回到刚才我说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就是很诚实的表达我们当下的状态。怎么表达呢？你可以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高敏感，因为我是比较这样的人。那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现在里面太多思绪，而且太多
太多想法，我需要冷静一下，你可以给我5分钟的时间吗？我先稍微整理一下我自己，然后我再跟你讲。我相信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跟你的朋友表达的时候，他会愿意给你一些空档，还有一些你可以自己沉淀的时间的。那这样其实这个表达的过程呢，很真诚，而且也让别人更了解你。我刚注意到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有人说这样算不算忧郁症或躁郁症？然后他说他会被劝去看身心科，这也是高敏感族的人有可能会遇到的状况。高敏感的人啊，跟忧郁症啊、躁郁症啊是不太一样的，是要稍微区分一下的。如果用比较直接的判断啊，就是你要先去看有没有符合那些忧郁跟躁郁的那个诊断。那但是有些高敏感的人，他如果没有被精准的去判别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直接被归类在那地方是没有错。所以这真的也是需要一些专业的经验的人来去做判断啦。所以会不会有忧郁跟躁郁呢？其实高敏感的人蛮多比例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的，的确，因为他们感受到的更多，而且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少数族群，那可能被理解的更少，所以或者他们有些东西是要表达出来的没有表达，所以往往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会很容易很多的情绪卡在自己里面，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的确会有很可能会去变成是有忧郁症或躁郁症的状态。但是对于现在的我而言，我会认为去定是不是有忧郁跟躁郁，其实对于病情呢在心理治疗这方面我认为没有太大的帮助。原因是因为那就是一个诊断，就是给你一个标签，然后也许是方便医生给你开药做一个证明而已。那每一个忧郁症他所面临的人生课题基本上都是完全不同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是回到这个人他应该要怎么去协助他来去处理他现在所面临的困扰跟问题就好。所以我不会去跟个案说你是忧郁症哦，或者是你是躁郁症，甚至有些个案会问我说，老师你觉得我现在这样是有忧郁症吗？那我都会跟他说，我告诉你是或不是对你现在状况有任何帮助吗？其实仔细想想他也觉得没有，那我们何必要来去贴自己另外一个标签呢？就是回到自己真正有问题跟困扰的那个部分，就去把它处理好跟解决好就好了。所以不要对自己太快的贴一个诊断在那里，或者是也不要太快的贴给别人一个诊断在那里。没错。而是回来看看，就是说自己自己真正遇到的状态是什么，现在需要的会是什么。如果需要看医生，那就看医生；需要做疗愈，或者是需要做咨商，或者是怎么样，就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这样的困境。对，没错。OK， 好，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剩2分钟。好，世峰老师有没有最后想要跟这个书上的朋友们分享的一些话？OK， 其实呢，我会在我这么多年的学习当中，就是除了学校学习到的这些心理方面的知识，到我后来在职业疗愈做心理治疗之后，我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涉猎到了关于超个人心理学的部分。那在这些一路上的学习来讲，对我现在在看人的角度而言，我会认为每一个人或每一个灵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他可以展现出来独特的天赋跟他的特质。那如果是用这样的角度再去看思维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去管说他现在到底是什么病了。所以我也想要就是鼓励，就是今天有来听的朋友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没有什么叫做就是不 OK 或 OK 的，因为你就是你。所以如果是用这样的角度跟思维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不用去太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你只要回到你自己的心里面，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听你心里面真正的那个声音，你里面都会有一个声音啊，指引你要往哪里去，还有你要怎么样去照顾你自己。我觉得当你如果能慢慢的学习到可以真的不要去一直用你大脑去思考，去听你心里面那些直觉的声音的时候，往往那个疗愈啊就会从心里面自然而然的散发出来。所以那也就是我们真正开始自我疗愈的过程。所以我很希望就是在场的大家就是可以花一些时间，就是可以去涉猎更多，然后接触一些新的尝试，然后呢也真的是需要学习的，去学习一些这方面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啊都是会非常有帮助的。我认识自己就是认识自己啊，然后觉察自己啊，整理自己这件事情，其实真的需要一些时间跟方法。对，所以刚刚盛光老师有提到，你的课其实就是在用了一套的系统，然后让我们更有一个方法可以带回家，然后自己在家练习，自己用这样的方法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变成跟自己对话或整理自己的一个部分。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它的确需要花一些时间，花一些有时候一些上课的成本，对，来了解自己，做一些新的学习。要不然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还是用旧有的，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方式是在生活的。是啊，所以你们了解你们自己吗？你们知道自己是谁吗？像我以前啊，其实就误解自己很深。刚才我不是说我就是一个好好先生吗？但我后来越来越认识我自己之后，我发现我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好好先生？我不是，其实我超多情绪的，我也超多意见的，只是我都没有讲而已。所以，但是当你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时候，其实不只是你自己慢慢的成长，然后怎么样用更温柔的方式对待你自己，然后也用更温柔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那你身边的灵魂或身边的人，他也发现说，原来可以用这么自在的方式，这么真诚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其实你也为这个世界注入一份新的力量跟疗愈的能量。所以我也是很鼓励大家，其实探索自己就是在疗愈这个世界。这是我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个理解。这也是我什么原因想要开很多直播的原因。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些直播，然后可以有一些初步的认识自己啦。对，然后也可以，我觉得希望是可以有对于社会啊有一些改变的。对，OK。所以如果各位朋友你今天真的对疗愈自己有兴趣的话，然后这门课在11月6号，我们的报名链接放在我们的脸书上面。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推荐的课程。我们要来跟大家说晚安。好，大家晚安。好，拜拜。OK，拜拜，有机会再跟大家见面。有机会再跟大家见面。好，拜拜，拜拜。